啊？哎呦，我陆啊，好，知道了，我现在有事儿，就这样吧。哎呀，再次感谢陆总的大驾光临。孙老板，怎么样？长话短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你呢，先带我到车间里去看一看。哎，好吗？二楼哦，二楼请啊，您请。哎，你在这盯着点。来，里面请。哎呀，陆总怎么样？您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机器啊、人员呐，都在这儿了，能力是有的。对啊，你这生意不挺好的吗？我能帮什么忙啊？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在这之前呢，这个万总啊，确实主动找到过我们，让我们呢给加工一批衣服，所以我就当机立断，又添了一批缝纫机，又加了一些工人。可是人一多，机器也多，我们单子没有这么多呀。你们的万成啊，最近呢也没给我们下单子，所以还得请您呐给我们帮忙。我到现在不知怎么好了。哎，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们就是让我匀点单子给你吗？哎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您就等于造了一座塔呀！哎呦，这造塔我还不敢，你救命，哎，我倒愿意。可是我救不救得了还是个问题啊！你说我们现在啊，原料、人工和设备都跟得上，不用找代工了。不过万一以后啊，要是订单多了，我一定要万总啊第一个来找你啊！真是抱歉啊，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慢，陆总啊，无论如何啊，您得给帮忙。您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万成愿意呢，我可以提前打一部分款给您。回扣哦，加盟费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女孩叫林芳芳，是2年前到织女镇打工的。她一直做着贴商标的活，每个月最多能挣几千块钱。曾经采访过她，她说她每天晚上会跟老家的奶奶通个电话，说想着过年回去吃上口家乡菜。很可惜，去年的这个时候，一场宿舍电磁炉使用不当引起的火灾，让她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这个姑娘和她的老公是在织女镇打工的时候相识相恋的。结婚以后呢，小两口每年也回到镇上来做缝纫工。5年前的一场火灾，把他们原本满怀希望想组建一家3口的梦想彻底击碎。她老公去世了，她呢，直到现在还瘫在床上。这位阿姨，她为童装厂的工人做了10年的饭，本来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抱孙子，享受晚年。可是因为电瓶车的充电器着火，让她永远无法再抱她的小孙子了。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些务工人员和你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梦想，更有对幸福的追求。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视为打工的机器。各位老板，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这么多年，你们的车子、房子还有银行的存款，哪一样不是靠他们的双手替你们赚出来的？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你们的付出，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们一句，难道你们就不能为这些务工人员做点什么吗？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今天老夏播送的主要内容啊，还是关于火。日子红火了，童装卖火了，但房子不能着火，人们更不能坐在火药桶上。镇政府发布的童装企业整改通知，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整改办法总结起来只有一条：工友们要另选住处，远离容易诱发火灾的3合1厂房。搬家过程中，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肯定存在一定的实际困难。老夏要特别呼吁各位乡亲，如果有空房可以出租的，请帮帮忙，给我们的工友一方安居的小天地。到了，来，小心。妈，妈，白偶他们来了。哦，来了，哎，我房都整理好了。太好了，奶奶好。哎呦，真乖呀，奶奶好呀。白偶，欢迎你们来到楼宅。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房间都准备好了。白偶，你住那一间，你们俩住那一间。我自己来吧，谢谢。怎么了？小何还是没空来啊？这个点没到，他应该来不了了。他这段时间忙防火的事儿，确实没有时间。哎呀，我知道你们都忙，可是再忙啊，1个礼拜聚起来团团圆圆吃个饭，这个习惯呢，我还想保持的。你爸从前说呀，家庭成员坐下来能吃个饭，那是福气。现在看来，这福气啊，渐渐的要被打破了。你看这小何，连着3个礼拜没来了。他要是接下来还这么忙，那你说，等你们有了孩子，他哪有时间照顾家、照顾孩子啊？妈，小何的事儿我倒是挺理解的。你看，那一方面呢，要让那镇上的那个童装厂的老板接受正确的消防观念，然后还要让人出钱，那不跟刮人肉一样吗？小何的工作挺难的。是啊，幸亏我们万家呀，早就把那个3合1的厂房废了，才盖了大厂房。要不然啊，像小何那种铁面无私的人，他肯定会逼着我们万家呀起个带头作用，让我们贴一大笔钱给那些上千名工人啊找房子住。想想我这个头皮呀都发麻。夏明啊，哎，妈，我在想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小何啊，能不能换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时间上面自由度高一点？妈，又轻松，时间又自由，哪有这样的工作呀？有啊，到我们万城来啊。这样吧，妈，等过段时间小何忙完了，我组织一次全家旅游，好好玩一玩，聚一聚，我请客。白偶，哎，王警官，你这是搬来楼宅住了？啊，之前的宿舍不能住了，徐副镇长就让我们临时住在这儿。太好了，以后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啊，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找我就更方便了。好，谢谢王警官。你叫我王淑文就行。啊，好。啊，你值夜班去啊？对啊。这么晚了，你是去哪儿啊？我散步去。啊，那我先走了。好。再见。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你就不应该帮小何说话，他把我们害得这么惨。要是让严开进了门，
我们今天也不至于落成这个地步。你干什么呢？吓死我了！你给我听好了，害万成的不是小何，要不是你当初出主意做什么仿牌，我们万成至于千夫所指吗？我堂堂万家要至于现在这样吗？你既然把仿牌的事情都怪在我一个人头上，那从这一秒开始，我陆欢就退出统装公司的一切事务，公司有你一个人掌着就好了。我明天就出去旅游，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老头子啊，哎，自己倒好的水吗？忘记拿上来。哟，我打扫卫生扔出去的东西，你怎么又捡回来了？哎呀，我真发现好东西了！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王家的祖印呐！啊，你看，我们王家啊，几代都是刻字印书啊，一条书传养活了几代人，后来才改成了笔行。哎呀，这都是宝贝啊，全是宝贝。我看你啊，最近白头发倒增了不少，真成了养好笔了。那我也愿意呀。白天查一遍，晚上再查一遍，你觉得真有这必要啊？当然有必要了，必须确保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才能开始拆，检查仔细点总没错。哎，白偶。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散步了吗？怎么样？孙老板，好像比之前我来的时候人多了一些。托曲阜镇长的福，没有办法，生意好嘛。哎，我这也是花了大价钱才安排好工人的住处的。那我们去宿舍看一下。哎，请，队长您请。啊，您请。哎，你们几个住楼上的，把东西都藏好了没有啊？哦，好。来，请，你看。全部搬走了，清的是干干净净啊！嘿，这说起来的还得感谢我们的曲阜镇长呢。哎，我们有些工人啊，还住在曲阜镇长的老宅呢，知道吧？知道。看来确实已经清空了啊，清空了吧？来，你看，孙老板，这员工宿舍问题啊，现在有2个解决办法。第一呢，就是集体租赁；第二呢，就是在镇政府划分出来的区域内建造宿舍。总之，不能让员工住在3合1厂房内了。是，哎呀，你看您这个办法当然是很好了啊，可是这哪儿都需要钱呢。这个租房子需要钱，盖房子那更需要钱，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呀。你想做企业啊，就应该给员工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你就是太抠了。没有啊。欢欢，这一走就是1个月，你不怕老公一个人吃不消呀？吃不是香，让他自己受着呗。你就别气了，等你游完10国回来，你老公肯定原谅你了。哼，等我游回来还那样，我再报一个20国的团。走吧。艾伦姐，你怎么来了？请你吃披萨。你吃。谢谢。小鬼，你怎么没回家呀？艾伦姐，你不也没回家吗？我那是有理想要去实现。那我也有理想要实现。什么理想啊？
给。怎么样？这些都是你设计的？可以呀，小鬼。山妹，你不要哭嘛！你来这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就不明白了，什么事情母子之间不能够沟通解决呢？你问问他，他还认我这个妈不认？这么多年换了不下30份工作，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不知道从哪挣了点钱，在我的枕头边还没捂热，就跟我说要拿钱去做生意。我把他给我的钱给了他，还倒贴了我的养老金。昨天我路过作坊街，到他公司里头去看了一下，你猜怎么着？公司的牌子两半在地下让人踩着，公司里空空荡荡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天宝呀天宝，你公司就是倒了，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妈，我那公司没倒，就是没生意可做。没生意可做，现在做生意正是旺季，怎么就能没生意可做？行了，天宝，我问你啊，是不是每一条街的托运啊、物流啊都被人占了？过去呢，我是知道的，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确实是发生过人员冲突的事件。齐阿姨，这事儿您就别管了，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其实我就是为了避免人员冲突，才让我的人尽量去最远、最累、最苦的地方去接活的。他们让我们半夜拉活，我们都接了。可是那些，可是怎么说呀？可是您儿子太笨，把公司给搞砸了。天宝，你刚才说你什么半夜去运货？齐阿姨，现在不是旺季吗？那白天的活都让其他公司给包了，我们只能应了他们半夜拉活了。再说了，那些工人都睡在工厂里，晚上有人帮我们干活的。工厂里怎么可能有工人？工人全都搬出3合1厂房了。阿姨，您想的太简单了。那些老板是什么人啊？一个个比猴还精呢。表面上看着让工人全都回去了，其实全都睡在厂房里呢。而且工人也愿意睡在那儿啊，离上班的地方近，而且干什么都方便啊。真的假的？真的，齐阿姨。还有这种事情？小陈，你怎么回事啊？楼下是作坊，楼上是宿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3令5申，3合1厂房不好住人的。啊，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去想办法租房子。马上整改，不能住在这里。你看这里哪有人嘛？打开看看吧。哦，能，没有人吧？没有人，灯开着，风扇还开着。还是热的，估计是刚泡的。别蹲着了，站起来吧。5个女的，3个男的，8个。你呀，屡教不改呀。你看着办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一层楼。好，同学们。白藕，王警官，他经常这么晚来打包馄饨吗？啊，这姑娘3天2头来，每次都打包这么多带回去。白藕，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散步了吗？原来如此，这都是你们工作室独创的设计吧？哎呦，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这花色，这配色，充满了童真啊！不仅小朋友看了喜欢，就连家长看了呀，都是赏心悦目。艾伦啊，你真不愧是这个 S Mode 的优秀学生啊！这些啊，不是我设计的，是我发现的万晨小天才他设计的。您这的设计师都这么年轻啊！哎呦，真的是太有才了。周老师、李老师，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啊，徐副镇长马上就到。哎，徐副镇长，啊，在这儿呢。怎么了？老师和孩子们在这儿呢。啊，来，小心脚下。徐副镇长，您来了。是李老师和周老师吧？哎，是。您听说过我们？我们是刚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才知道情况。不过在这之前，我了解到的是这棚户区确实有隐形居民，但是没有想到是你们2位老师和这么多孩子。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老伴儿呢都是退休教师，这帮孩子呢，他们的父母都是咱们织女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这帮孩子呢，教育属地问题呢，他在咱们织女镇啊，当地正规的学校入学很难，现在实在是不能再耽误了。别藏了，都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吧！赶紧出来！你们2个怎么还在这儿啊？这里很高很危险，走，跟叔叔下去。我不下去，我要在这儿读书。我也是，我哪儿也不去。叔叔向你们保证，绝对不是来抓你们的。而且叔叔呢，要带你们跟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找一个更安全、更适合你们读书的地方，好不好？哎，我能不能请求一下政府，给这些孩子找一个能上课的地方？条件再简陋都没关系。你看啊，我跟我老伴儿都有退休工资，这些桌椅板凳都是现成的。再说了，绝对不能给政府增加任何负担。你看这些孩子学习成绩参差不齐的，他们实在耽误不起呀。曲副镇长、徐副镇长，2位老师真的不是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实在是没有找到能给孩子们上课的地方，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求求你们，能不能先不要拆铁皮房？拆迁通知早就下来了，这儿现在很危险，你们真的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曲副镇长，1个月，您再给我们1个月好吗？因为有几个大孩子，他们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耽误了他们的考试，那就会耽误他们的前程啊！这样我和我老伴儿这一生心里都不会安宁的。要不这样吧，徐副镇长，你去跟拆迁办的协商一下，这里延缓1个月不拆。行。这1个月之内，我尽全力帮孩子们找到合适的学习场地，保证不耽误他们的升学考试。2位老师，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帮你们办好这件事情。哎呀，孩子们，我们有地方学习了。曲副镇长，谢谢你，谢谢。
汇报一下这个棚户区拆除的进展。里面一直偷住着的2个办民工学校的老教师已经找到了，所以接下去的工程也就可以进行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们啊，入学如此困难，真的是让人寝食难安。林书记说的对，我们织女镇啊本身的教育资源就有限，虽然每年镇政府在财政这一块呢，对于教育这块投入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富裕到能够一下子解决这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问题。我倒是有个权宜之计，就是能不能动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将他们的子女送回老家去，让他们就在老家解决就学问题。哎，老邵，你是分管教育的，你谈谈吧。我认为郑连长说的对。其一呢，咱们织女镇本地人员总共才3万多，但是呢，与之配套的学校教育配置不足，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且，我们做过调查，我们也都要上班的呀。这孩子不放在这2位老师那里，那放到哪里去呢？我也想把孩子送到正规学校受教育，可学校也得收呀。他们的目的是来打工挣钱，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说，我们要主动的动员他们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让其家属代为抚养和教育孩子才对。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这些孩子在家乡一定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那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已经超过了上学的年龄，如果继续让他们失学的话，这不仅是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权利，也是我们织女镇干部们的失责。小何同志说的对，如果我们织女镇的学校啊能够增设班级，能够增加师资，那么是不是也能一部分的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难问题？徐镇长的想法，现在教育部门也正在做了，但是现在每个学校都像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滴水都承受不了了。扩班也好，增加师资也好，就是不算教育经费的情况下，场地建设、编制限额，这些都是一个瓶颈。老邵啊，困难是暂时的嘛，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办法一定比困难多，对不对？随着我们织女镇综合治理越来越好，我们的教育设施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备，到时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关键目前呢，要跟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解释清楚，让他们与我们共克时艰嘛。我觉得棚户区的改造和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根本不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同时展开的。小何，你先做一个调查统计，看看织女镇还有多少失学儿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责任，把失学的孩子送进课堂，一个也不能少。哇，谢谢。周老师、李老师，你们知不知道这镇上啊还有多少孩子上不了学吗？这个还没具体算过。你看啊，我来到咱织女镇有10来年了，每年呢都在招收30-40名新生，后来实在是房子小，还容不下，这才狠心拒绝了很多务工子弟的家属。邱副镇长，这个呢是来我们这儿报名，我们没能收的学生名单，主要是教室太小了。邱副镇长，现在来织女镇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子女很多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是他们的孩子入学太困难。咱能不能成立一个普查小组，看看织女镇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多少该上学的儿童，好吗？行，这件事情我会向镇党委和镇政府再汇报一下。其实我们向阳小学作为民办学校，重点就是要照顾到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可是就目前学校的规模，真的是容不下那么多学生。铁皮房办私学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佩服那2位老师。
他们是在为我们排忧解难。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我们不是不招，而是已经招满了。那么，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呢，小学每班的班额是不超过45人，中学每班人数不超过50人。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员已经全部饱和，不能再扩班了。那我知道了，谢谢校长。没事。还以为今天小何回来吃饭，我们家里能吃个团圆饭了呢，谁想到陆欢、露露又不在。陆欢出国去散心，露露呢到同学家去补习功课，准备高考。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夫妻之间啊闹个小矛盾，作为丈夫应该先认个错，服个软，又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就经常服软，经常道歉。都是我让着你吧。露露她现在准备高考，挺辛苦的，多关心她。我说实话，现在那个童装公司啊特别忙，我有时候真的是顾不过来。顾不过来也得顾，家庭工作两不误。你看人家小何正理工作比你忙吧？那今天不是他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吃饭了？妈，那是应该的。我今天特意给自己放了个假，这往后啊会越来越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我得跟一跟。织女镇的学校太少了，那么招生呢又是高度饱和，那孩子总得上学吧？我在想，应该给织女镇多办几个民办学校，专门收务工人员子女。但是这件事情，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妈，我要跟他说呢，说你以前不是也想过要建民办学校，为织女镇教育尽份力吗？哎，是呀，其实你爸和我啊挺重视教育的。你爸爸他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可是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读书，都能受到好的教育。其实我们干什么都得有文化，文化是基础，是根本啊。是，妈您说的对，知识改变命运，所以孩子们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你办学校的时候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说啊。谢谢妈。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老夏想跟大家讲一讲棚户区里的秘密教室，就是在拆除那些违建的铁皮屋时啊，在那里发现了一群孩子，就是一些到了上学年龄而没有上学的外来民工的子女们。孩子上学是天大的事，可现在有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正面临着失学的困境，所以老夏呼吁织女镇外来务工的工友们，假如您的孩子还没有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那请您别忘了老夏的求助电话，镇政府一定会解决你们子女入学的问题。哎呀，你们得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的曲副镇长，让您的小孩都有学上了。你好，我家孩子叫博雅。这些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失学子女的名单，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都无法正常的上学。我觉得按照这样的数量，完全可以特批再建一所民办学校。可是小何同志，我们镇的改革规划里并没有专为民工子女办学校这一项啊。那么地去哪儿找啊？钱从哪儿来？师资和员工的编制到哪儿去划拨？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可不可以特事特办，在规划之外申请立项呢？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必须专人专办。申请立项这一块我可以向市教育局沟通，但是用地、资金、师资必须事先落实好，否则的话，一旦立项批下来，我们就陷入被动了。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能不能在织女镇找一个合适办学校的闲置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省去用地和建房的大笔资金了。小何的这个思路非常好啊！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片合适的用地的话，那么修缮和教学设备的配套，我们用不了多少钱。孙老板，孙老板，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孙老板，你这楼道里是什么味儿啊？这么呛人！哎呦，什么味儿啊？哎呀，换了。
阿姨呀，你怎么搞的？我给你讲清楚了，怎么还有这个炉子啊？对不起，哎呀，真的光对不起有什么用？哎，行了，没什么，别看了。不是说了吗？这通道上不能有障碍物，这怎么又堆起来了？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不叫障碍物哈，这叫财源滚滚。有了它呀，你们就有活干了。那也不能搭上性命啊！这要着火了怎么办？你放心，怎么可能啊？它着不起来。你们跟着我孙阿林干，那就是有福的。今年啊，就是我孙阿林发财之年。行了，阿姨不要搞了，你们不要看了，赶紧回去干活。今天不干出一千手来，谁也甭打盹睡觉啊！怎么不喝了？啊，干杯！还在想你民办小学的事情？嗯，你呀，给自己找了一个大大的大难题。哎呦，那怎么办啊？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孩子们找到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们一天天在长大，再不学习的话，就超过上学的年龄了。你现在倒是很关心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你自己小的时候上学可不怎么积极，不喜欢学校，只喜欢运动，经常逃课去游泳，记得吗？我当然记得呀。你呢，生怕我妈知道我逃学的事情，所以每一次都要抢先她一步找到我，假装给我补课呢。对呀，不过找你也不难，我只要守在太湖边，你一冒头，我就能看到你。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放心吧，学校会找到的。哎，我跟你说啊，一会儿白偶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显得太过刻意，一定就当成是偶遇，听见没有？不行，你说的这什么不行？根本来不了。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女孩都喜欢主动的，主动人生成大器，你记住没有？你还给我上课呢，你自己都没弄明白，还给我上课。哎，出来了啊！那我先走了，你帮我扛一会儿，你在这扛一会儿。不行，你来吧。白偶。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啊，我们刚从警站下班，正好路过这儿。啊，从警务站回楼宅也不路过这儿啊？不路过吗？啊，那不是来。哎呀，接你下班来的，这不明摆着呢吗？哎呦，这不是王警官吗？哈哈，这么晚了，您是来检查呀，还是检查，还是来检查呀？孙老板，您这个地方确实该好好检查检查了。王警官，我带你进去看看。哦，不用了，哈哈，看来我那个员工白偶和王警官还是蛮有缘分的啊！哈哈，这样好啊，你们两个的喜酒啊，干脆就在我这里办好了。不用了，孙老板，你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安全，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你这儿办酒席的。顺，我们走。走了。哎，孙老板，安全工作不能放松啊！这几天呢，看过了几处空房啊，都不合适，不是租金太高啊，就是结构不适合当教室。哎，这可怎么办呢？像现在这种居民房屋，找到适合做学校的太难了。这都说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就接着找吧。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呀？哦，那儿是一个检站，每年的利用率啊都有季节性，现在呢还不到季节。过去看看吧。好。哎，
这地方不错呀，啊，光线也好，地方也够大。怎么样？是啊，这儿合适啊，这儿适合给孩子们上课呀。太好了。好，同学们，明天咱们的铁皮房就要拆了。现在织女镇政府给你们提供了更加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镇领导对你们的关怀。你们说好不好？好。谢谢小何阿姨。孩子们，谢谢你们送的花，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更应该感谢的是周老师和李老师。我们把这花献给这2位老师，好不好？哎呀，来，周老师和李老师呢，为了你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2位老师对你们的期望，好吗？好，去吧。杨叔啊，领着同学们到新的教室。向左转，齐步走。徐副镇长，那我们也跟着去了。哎，好，就这样。同学们，经过曲副镇长的努力，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新的教室。同学们，起立！我们进行一个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杨叔，起个头。起来，预备，起！起来。咱们今天的第一课就由曲副镇长给大家上，好不好？好。同学们，现在啊，这里成为你们临时上课的地方。条件虽然艰苦了一些，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克服困难。等你们的新学校建成了，到时候你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对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听2位老师的话，不要辜负老师们对你们的期望，好不好？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请周老师来给你们上课。同学们，这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讲的是西汉时期有一个叫匡衡的孩子，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学。自从上回老夏向大家讲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学的事儿之后啊，由奇美丽工作室带头，大家自发组织的募捐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啊！在此，老夏代表失学的孩子们向大家说声谢谢了。在老夏眼里，大家捐的不是钱，而是一份炽热的爱心，更是一份美好的愿望。来，露露啊，吃饭了。露露啊，吃饭。哇，好香啊！吃饭啦！来了。哟，太湖白鱼。家药呢？来了。爸，这怎么想起做这个菜了？啊，这太湖白鱼啊，我最爱吃了。来吃吧，吃吧。好，那这个是你喜欢的。来，爸爸奖励你一块儿。你喜欢的啊，谢谢。露露，你吃鱼啊？啊，好。哎呀，这饭呀，这个团圆饭吃的是越来越冷清了。家里一共也就几个人，还缺2个。你是不是还中着换到病了？
我没事儿，1、2天就回来了。小何呢？小何呢？别说这个礼拜天了，就算下个礼拜天，他可能也没法陪你一块儿吃饭。我知道，是为了那些孩子找不到学校读书的事儿，是吗？是的，他们正在落实办学场所，听说政府专项拨款下来了。镇政府只有把新学校建好，孩子们才能安心读书。我们办成现在现金周转已经不是问题了。想想我们给织女镇带来的那些麻烦，也该到我们为他们做点事儿，弥补亏欠的时候了。妈，您是想？明天叫刘梅带我到银行去，把我那个私房钱取出来一点，给那些孩子们用，总比存在银行里赚那么一点点利息好啊。妈，我支持你。行吧，那我回去就告诉小何。吃吧，吃吧。同学们，今天啊是我们蓝天旭日小学开学典礼。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织女镇的党委书记林书记给大家讲话。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蓝天旭日小学开学的日子，欢迎大家走进课堂。阿姨在这里真的要谢谢大家，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为织女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他们才能够安心的工作。你们呢是小小的新织女镇人，叔叔和阿姨们有义务为你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我们也不会落下任何一名适龄的学童。织女镇永远是你们温暖的家。阿姨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够好好学习，不辜负爸爸妈妈对你们的希望，从这里开始放飞梦想。我们加油好不好？加油！好。谢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你这个单子我真的接不了，你压单也没有用，你压单我没有线可以开。你怎么又打来了呢？你就是跪下来也没有用啊！加钱啊！单子说盘加钱也没有，要你钱。哎呀，我求求你啊，你还是帮我这个忙吧啊！累死我了。哎，看来呀，今年啊，我们要在缝纫机前呀累了，吐血身亡不可。你这个乌鸦嘴！你说，你怎么总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我跟你讲，现在的状况是，镇上那个小作坊啊，都搞那个消防整改，然后很多那个小作坊就停了呀。所以呢，经销商呢，自然而然的就把单子飞到我们这儿来了，高兴死你吗你？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这儿没心没肺的高兴啊？妈，露露退学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赚钱赚昏了？啊？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吧？今天就算办成，1分钱都赚不到也不重要，那孩子的学业是重中之重，懂不懂？赶紧去找人家学校好好沟通，好好商量。重要的是找露露好好沟通。孩子现在是敏感年龄，一定要好好耐心的跟他沟通，知道吗？佳瑶，你小时候因为跟人打架，妈妈放下手头所有单子，一趟趟的往学校里跑，跟人道歉，跟人沟通，你没忘记吧？佳瑶，陆欢，教育孩子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还站着干什么？去呀，去呀！妈，那个订单那个
我是不是没有盯过童装生产线啊？哎，快去！我手机。妈，我们走了啊。黑死我你们！辛苦妈。好好跟人家说。哎，知道了。看这该有的什么都有，看见了吧？你看这啊，这些都装好的。哎呀，哎，你看这空调，这都给工人准备好了。你这宝龙不行啊，得拆掉。镇长，这宝龙可不能随便拆。您在镇上时间短，不知道我们这条街不但养活了这么多工人，还养活了一帮贼呀！成衣、碎布头、电瓶，没有他们不偷的。我这要是拆了，这厂子我就整个送给他们了。曹老板，我告诉你，你要是按规定做呢，每天下班前及时把那些碎布头啊、成衣啊锁在仓库，这样的话贼还能偷到吗？还有啊，我刚才看到那些堆满化纤物品的地方，你给电瓶充电，你不知道这是火灾的源头吗？哎，如果这些都做好了，那些宝龙根本用不上。那我这设备呢？设备被偷了怎么办呀？这每天晚上都有人巡逻呢。再说了，这设备这么大一个，那概率小之又小，那远远小于火灾。你这有人抽烟？抽烟？谁抽烟？闻到烟味了。不可能啊，我都不抽，谁敢抽？是你们在抽烟吗？没有啊，谁抽烟了？哦，刚才可能是我前面抽的那烟味在身上。不是你身上的烟味儿。确定没有抽烟？群长，你看那有烟头。这应该是外面的搬运工他们进进出出，他们扔的。你没有抽烟吗？你叫什么名字？他叫李国强。我问他呢。你做库工做多久了？我是李国强。你把什么东西咽下去了？烟头。这烟头能咽到肚子里去吗？赶紧把它吐出来。那。你这何苦呢？这烟有这么好抽吗？工人抽烟现象还是有啊，说明你管理不到位，这是要罚款的。还有那个宝龙呢，是限2天之内要拆除，如果没有拆除的话，你要等着停工处分。什么？停工？对。这款式现在很畅销啊，我们老板特地从外面找设计师打版的。确实挺漂亮。那看你们做多少手了？你作坊吃得下的话呢，至少5000手。5000手，也就是25000件。哎，那什么时候要货呀？孙老板如果1周之内能出货的话，我就让你们做。1周？大哥，你看10天可以吗？你看这裙子上的工艺确实太复杂了。真的不行，最多1周。大哥，你就帮帮忙吧，10天我准时交货，帮帮忙。那行，说好了，我最多就给你延长3天，10天时间，你给我把货交出来。好，我这就把单子给你开了。怎么样，孙老板？这个领口、袖口上的都不错。哎，你看看人这个针脚的密度也是可以的啊。是。你这个工钱怎么算啊？那老规矩，上袖1毛4，剪线8分，封领子3分，锁边1毛2。那还有袖子和镶边，总共是1块3一件。哦，好嘛，你看我就不跟你讨价还价了啊，就这么定了。哎，大家抓紧时间干活吧，1个星期全部拿下啊！好，你放心。好。白哦，老板这一单赚大了吧？要不然不可能这么爽快。 5000手我都给他算过了，布料成本不到10块3，总共成本加起来都不到12块钱，卖给经销商25块钱一件，这毛利他就挣了32万5千，这1年的利润1半都出来了。白哦，你可真是我们精打细算的小能手啊！你在这踩缝纫机多可惜了呀。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在这个地方多学一点本事，那将来一定用得上的。咱们赶紧工作吧。好。小何，我问你啊，你呢，白天要忙着上班，每个礼拜要抽2个晚上夜巡，你忙得过来吧？佳明没意见啊？他呀，他比我还忙。哎呀，阿姨是过来人，我跟你说点心里话啊，这个夫妻之间啊，相互的沟通交流非常重要。你们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但是家庭还是要考虑的，否则你成个家干什么？也是啊，齐阿姨，您说的对，我以后啊，多抽点时间陪陪他。哎，苏阿林，哦，苏阿林来了来了。二位领导，哎，有回去干呢，请。楼上还在工作呢。啊，哎，您请坐。没有啊，马上就要下班了。孙阿林，你很过分的，你的2楼很热闹啊。热闹是热闹了一点啊，这2天呢接的单子多，加了个中班。加完中班以后呢，工人是不是就睡在3楼啊？哎，没有的，哎，怎么可以睡在这里啊？不能过夜的。明明就是睡在这里了嘛，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我们都看见了。是那个衣服啊，哎呀，是这个样子啊。这2天呢，工人师傅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洗衣服，就在这儿洗晾着的。我上去看看啊。哎，站长，哎呀，上头锁门了。那钥匙给我。我没有钥匙，钥匙在工人那里了。这既然没有工人住，为什么还把钥匙给工人呢？啊，是啊，可说呢，我回头明天问问他们。编，你再编。孙老板，明天呢你会收到一张处罚通知，还有啊，你必须在3天之内给这些没有搬离的工人找一个安全的住处，要不然你这作坊只能停工。哎，别，这怎么又停工啊？停工我吃什么？就算我不吃饭，那工人师傅也要吃饭的。就因为大家都要吃饭，才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这口饭吃下去。哎呀，齐主任呐，哎，孙老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啊！怎么了？帮我跟曲镇长说个人情好不好啊？哎呦，停工通知都发了，这个情没有办法说了。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给工人找到住处，什么时候落实了，你自然什么时候就能开工了嘛。哎呦，齐主任，你可真有点难为我了。我也想给工人们找房子搬家，可是像我这样情况的人很多，所以整个镇上哪还有房子给我租啊？这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单子，你说这一停工，我拿什么交货呀？我总不能跟工人们一起喝太湖水吧？你的难处呢，我晓得，但是规定是不能破的。你还有多少工人没有住处啊？10几个呢。怎么还有这么多啊？根本只有我给你想想办法喽。哎呀，拜托，您可真是我的大救星啊，齐主任。齐大姐。谢谢。但是孙老板，规定你是要执行的，在工人的住处没有解决之前，停工是一定要停的，晓得吧？妈，露露，吃饭了。妈，吃饭了。你们俩还好意思坐在这儿吃饭呢？啊？怎么了，妈？问问他们俩。妈，怎么回事啊？不是吧？
婉露让我在房间里受罚呢。受罚？为什么呀？他在学校里逃课，本来是要劝退的，是我跟人家校长好好商量以后，今天才正式上课的。哦，孩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花在孩子身上教育时间太少了。我们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忙，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育。是啊，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管了家里的事儿，然后还要到工厂去。够了。哎，爸，哥嫂子他们平时管着童装厂，没日没夜的，确实可能照顾不周，只能靠您多费心了。我老了。再说了，隔代教育是不科学的，自己的孩子还是要自己父母教育。要多花心思在孩子身上，那教育是第一位的。小何啊，哎，我看露露平时还是蛮喜欢跟你交流的，蛮听你的话的。你有空多跟她沟通沟通啊。好的，妈，您放心啊，我有时间一定找露露好好聊一聊。别生气了啊，妈。哎呦，太好了，上下2层就是它啊！对，这栋房子呀，是我爸给我留下的房产。我呢，工作太忙了，也不可能每天都镇上郊外的来回跑。我呢，就在镇政府附近啊租了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如果大伙儿啊稍微挤一挤，住20个人没有问题。太好了，谢谢徐部长。太好了，那个有几间呢？一共6间啊，1楼呢还有厨房，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大伙儿啊随便用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房租。哎呀，齐主任，什么房租不房租的呀，我都无所谓。而且这房子空久了呀，就会爬藤长草，总得有人住吧。所以就当大伙是给我看房子了，好不好？哎呀，徐副镇长，织女镇有你真是福气啊！我要让那个老镇长的镇阳广播好好的给你宣传一下，对吧？大家。齐主任啊，你可千万别这样。这个房子呢，确实是空的时间太长了。那大伙儿就进来吧，啊，一块儿拾掇。孙老板，咱可是说好的时间，你怎么又要缓几天啊？哎呀，那个就3天啊，我们一定会按时交货。这样我再另外赠送您100手的圆领衫，你看怎么样？孙老板，咱也是老交情了，这一行的规矩你也懂。在织女镇，时间就是钱。当初我让你们做，就是图你们一个多快好省。是，我难道是图你这100手圆领衫吗？哦，对，这是。这单子如果交给万成做，1天就搞定，你信不信？我信。要不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我不会找你做的。是，那是自然。老板，你先消气。你看我们一家老小吃喝全都指望你了，要不这样，你先让我们把这批单做完。哎，春节泰国豪华游我们全包了，你看怎么样？哎，这一单做成了，我自己都能包起来，不用你们了。哎，老板，好，您慢走。哎呀，泰国游。老曹，不是我自己吹，我们在织女镇做童装，那也是15年了，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委屈。就算是挣凉气，也要给我3分薄面的。这下好了，5000手，5000手的订单，让他去小河发1张纸给我就没了。我真想不通啊！我孙阿林到底哪个地方得罪他了？我拍着良心想一想，我方方面面我都是给足了他面子的。可结果呢？哎呀，算了，别生气了。咱们2个1年忙到头，都没有时间吃个饭喝个酒，我连找你洗个脚都要预约。来，今天啊，喝酒，喝。不值得为个运动员生气。老曹，你说啊，我们都是生意人啊，断人家的财路，就等于夺人家的性命，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的。现在好，
我厂子里的大部分工人都要搬到乡下去住，这样一来，我上班就得推迟，下班就得赶早，这一来二去，那我少出多少手产量啊？孙老板，你可是我们镇上老板的形象代表啊！没有你扛不起的单，没有你干不了的活啊！怎么到了现在了，你这个脑子怎么不灵光了？你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那我们镇上的厂子都停了，经销商的单子去哪儿了？还能跑到哪里去啊？那全跑到万城那里去了呀！对呀，那万城跟曲小河什么关系？你比我清楚。嘿呀，我孙阿林早就应该想到他曲小河有这招。我们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哎，没有关系，他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好，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二位领导亲自检查。不是什么领导，我是陪曲副镇长来的。曲副镇长来检查消防，我是来告诉你啊，你那10几个工人的住宿条件不错。徐副镇长专门说了，打工的人员都是大家的亲兄弟亲姐妹，所以连房租都不收了。哎呀，好的，哎，正阳广播里边已经是说这事儿了，我已经知道了。孙老板，今天如果这里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复工了。哎呀，太好了！二位领导来，那肯定合格，必须合格呀！这2天我天天背这消防知识。来，请，领导请。看看啊！根据镇里的有关规定啊，我们宝龙啊已经拆掉了。你看这个楼里边的杂物啊，也都清理干净了。这就对了嘛！这还不是为了早日复工吗？哎，等一下，怎么？这个电瓶车是不能在楼道里充电的，而且你这边还是2辆，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齐主任，这个得要扣分啊！哦啊，那就扣分。哎，不，孙老板，这是你抽的还是工人抽的？这谁？这谁干的？这不可能啊！我早就带头戒烟了。哎，谁在我孙阿林这里抽烟，那是要开除的。扣分啊！哎，防患于未然这个道理啊，我还是天天给他们讲的啊。哎，来，你们看看啊，我们自查已经好几遍了啊，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啊。之前呢，我们都自查过了啊。孙老板，你们还用热得快？哦，是，用它煮水和泡面呢，方便得很。哎，等一下，这边还有个热得快，这是我们365升严禁使用的，他们还在使用，这个也是要扣分的。扣分？扣分，那就是不合格了。当然，我看最不合格的这就是你。让你这么一闹，我们多少小厂就会停工啊！停工1天能连多少钱？你算过吗？为了拍你婆家的马屁，我们这个胳膊肘一拐再拐，往里头拐啊！我看你呀，干脆把所有小厂的单子都送给万城算了。哎，孙老板，公和私2码事啊，不要混在一起说的。2码事，你心里清楚啊！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和曲副镇长有什么关系啊？你扯人家婆家干什么？明明是你消防做的不到位。控制下你的情绪，好吧？你不是刚刚说天天学消防知识吗？啊，抽烟、电瓶车充电，还有这个热得快，都是引发3合1火灾的源头，必须杜绝。你才来织女镇混多久啊？啊，我看你呀，懂了就管，不懂了赶紧走人，要不然我们找郑镇长评评理去，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你找谁都一样，我作为副镇长，我就分管你们企业安全的。对不起，今天还是消防问题。必须停工！停工！哎，你要是敢停工，我就跟你没。哎呦，镇长打人啦！你们快来看呐，镇长打人了！我要他
真要去告你们！他副镇长就可以打人呐，我就找领导给我评评理，给我一个说法。副镇长办不事，我还不找副镇长了，我就找郑镇长。你讲这点道理，什么道理？明明是你自己不注意摔伤的，为什么怪到你？是他这欺负老实人，郑镇长不好随便进去的。人不在，我就在这里等，我等到天黑，我等他回来。孙阿姨，你要不要实事求是啊？他凭什么打人呢？谁打你了？明明你自己摔坏的。领导就要给我一个说法。凭什么要打我们老百姓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副镇长，你来了。徐副镇长，你昨天是没有看到我的脑袋，我被徐小河打了。你看他打的我的脑袋长了这么大个大疙瘩。徐副镇长，请你相信我好吧？孙阿姨在瞎讲，她在瞎讲。我瞎讲？不吵了，不吵了啊！咱们有话好好说。我好好说，我这气咽不下去啊！你听呀。马上把这些文件发下去。不是大吵大闹。去我办公室找小小。我不去你的办公室了，我不找副镇长。我一定调查清楚，还你一个公道。是，我一定调查清楚。找我，是找我，怎么回事？郑镇长，你就替我们老百姓说话。这是干什么？他欺小河，他打人呐！哎，你看看我这个，哎呦！不，这样进办公室去，您得给我一个说法。进办公室。他在乱讲啊！您得给我一个说法。哎呀，大伙儿忙去吧，散了吧，散了吧。小何镇长，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呀，确实没有主动伤人，但是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就是你不了解基层工作的特点，用管理运动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那是行不通的。这种工作方法有点简单粗暴。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运动员出身啊，你要是一出手的话，别人是会摔跟头的，这样对你的影响多不好，是吧？我啊，早就跟你说过，要让这帮企业老板从思想上根本转变观念，着急是不行的，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根筋死扛到底，在织女镇行不通。这个也是我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供你参考。谢谢镇长。哎，怎么？今天的菜不合口味？啊，没有啊。我今天为你做这顿饭，可是为了祝贺你。祝贺我？为什么？祝贺曲小河同志任职至今碰上第一颗硬钉子，而且碰得头破血流。有你这么做老公的吗？看我笑话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回想一下，自从你坐上副镇长这个位子，是不是一切都太顺利了？林书记帮你，徐副镇长人前人后也支持你。可是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副镇长，工作如此一帆风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现实生活就是一把折叠刀，喜欢把人折腾来折腾去，一不小心你就会被割伤。所以小何，这次的教训，你更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历练。您说的也对，就像我以前在游泳队一样，也是一次次历练出来的。对，所以吃饱饭，继续接受历练吧。可是我还是想不通啊！我为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一直在努力的做，而且吧，消防管理条例那么明确，大家照办就行了，为什么都那么抵触呢？利益使然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还得靠你自己继续深入了解。哎呀，
来了，看老爸给你来一个啊！你看，进了吗？好久没斗牛了啊，咱俩来一盘怎么样？斗什么牛啊？揍你！别在这里装时尚了，老爸，想骂我就来吧。老爸什么时候舍得骂过你呀？这不是想着知道你心情不好，老爸过来跟你聊聊天儿。你要聊就聊吧。哎呀，聊一聊。露露，画画怎么样了？把家园都画下来了吗？还没有最后完成呢，总感觉缺了些什么。缺点什么呢？是缺老爸老妈吧？爸，你这纯粹是在尬聊吧？对，老爸尬聊，老爸尬聊。哎，这样，露露，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讲吧。有这么一家人啊，爸爸妈妈2个兄弟，家里面条件呢就挺穷的。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出国深造，但是只能去1个人。那老大老二就拼了命的去竞争这个机会，但是不幸的是，老大在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腿啊受伤了，那没办法，那就出不了国了，只能老二去了。这老大的心里就特别的不平衡，哎，这个学习成绩就一落千丈，打架、闹事儿、旷课，那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学校开除了。这个老大拿到这个开除通知书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害怕，硬着头皮就回到家了。进家推开门，他真没想到，不但没有挨打，爸爸妈妈给他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妈妈很诚恳地跟他讲：“孩子啊，你这次退学不是你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平常就忙于工作，完全忽略了你的生活和学习。爸爸妈妈向你郑重的道歉，并且向你保证，从今天开始，你的生活和学习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特别是在你高考的时候。妈妈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就陪着你。哎，你猜怎么着？后来啊，这个老大考上大学了，2本呢。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老大就是你自己吧？这老二就是我二叔吧？这爸爸妈妈就是我爷爷奶奶吧？还是我儿子聪明。露露，其实今天爸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给你郑重的道歉。你的退学也不是你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我和你妈呀，平常太忙了，不，这是借口。再忙也有时间的吗？但是今天，老爸在这儿跟你保证，我和你妈一定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对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我们要尽心尽力，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们？那你们以后不能再扯淡。那你也要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成交。成交。三合一厂房火灾的隐患存在不是1天2天了，应该说是有30来年了吧。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财力、物力、人力，更主要的是一个领导者的魄力。对，夏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相信您当镇长的时候，一定也想改善三合一厂房的状况，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功呢？有很多问题，不说这些了。小何，你在工作上的魄力，我一点都不怀疑。一个镇的企业经营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你要想改造三合一厂房这件事儿，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儿，弄不好就会捅出一个大篓子。我在游泳比赛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因为终点就在自己的泳道上。三合一厂房的问题摆在眼前，无论多困难都要纠正。那么你就拿出一个领导者应有的魄力，解决它，
改造它，从根本上铲除咱们织女镇火灾隐患的根源。好吧，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呢，刚才大家都议了一下。下面啊，曲晓和副镇长想就上一次和快乐童装厂的企业主孙阿林发生纠纷的事情，做一下说明。我跟孙阿林之间发生的冲突，相信大家都听说了。虽然齐阿姨一直在为我开脱，在跟大家解释我没有动手打人，但是不瞒你们说，我当时心里真的是有打人的冲动，但是打的不是孙阿林啊，而是我自己。为什么呢？我恨我自己怎么就没有本事，把非常简单的道理跟群众讲清楚。我没法劝大家把这个消防安全的事情按规定认认真真的做好。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想，我错就错在缺乏工作经验，我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记得老镇长夏伯伯跟我说过一句话，一个镇的产业经营就像一件毛衣，千丝万缕的勾在一起，断了一根线，它就会漏一个大窟窿。所以这项工作我还会继续的做下去，而且我会更加的严格严谨。哪怕我受到更大的委屈，我依然会坚持4个字：绝不放弃。珠儿，你还在练这个颜真卿的多宝塔杯啊？啊？对呀，你该练练曹全杯了。爸，曹全杯的隶书呢，我早就掌握了。现在这是温故而知新，再巩固基础。行，舒儿，你找媳妇儿要是有练字这个功夫就好了。哎，你看看我夏秋这么好个姑娘，错过了。妈，你能不能不提这件事情了？我跟夏秋完全不合适。不合适，那你找个合适的呀，那我就永远不。哎呀，别叨，我上哪儿找个合适？哎呦，哎，来，王叔叔，还有齐阿姨，找舒儿啊？啊，对，阿姨，我找她有点事情。哦，好的，好，那你们俩去有事吧。好，阿姨，好，我先过去了。我跟白，我先出去的啊。记住，让妈不要提。哎呀，知道了。